现实情况是，加密货币已经横盘整理，并且最近有一点向下。比特币之前跌到低于6万美金，而现在呢，我在录制视频时，价格是在63700美元，并且一直在61000到64000之间波动。因此，市场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发生任何令人兴奋的事情。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聪明资金在利用这个机会，像往前一样。金鱼们 Crypto Whales 很忙，他们正在利用这个机会抄底。那么他们到底知道了什么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呢？幸运的是，在加密货币领域有很多工具是可以拿来评估聪明资金和大玩家的动向，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他们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信息。在这段视频中，我们将会详细的检查所有关于金鱼的活动。Bybit 在5月16号将会上线 Notcoin， 只要你有 Notcoin、TON 或者是 USDT， 都可以参加 Bybit 史上最大的 Bybit Launch Pool NOT。质押时间是在5月16号12点 UTC 到5月23号。那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Notcoin。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手机挖矿项目 Notcoin， 但也许有些人是第一次听过 Notcoin， 所以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它是什么。那 Notcoin 呢是一种基于 TON 区块链的冥币，它最初是作为一个 Telegram 迷你应用游戏推出的，是一款基于 TON 区块链上推出的病毒式点击游戏，在短短的26天内TON 就吸引了超过2000万的用户，这是加密货币项目中取得最大关注度的项目了。在 Notcoin 游戏中，我们只是需要持续的点击屏幕，就可以获得一种叫做 Not 的代币。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却被 TON 基金会的会长评价为 TON 未来的2大趋势之一，也被名为 TON Innovator 创新项目。有趣的是 Notcoin 这个项目其实是由一个不太知名的团队创建的，他们在开发这个项目时并没有设定太高的期望，甚至没有提供详细的白皮书，他们将这个项目称为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是现在呢，这个可能什么都不是将会变得有价值，因为 Notcoin 即将在 The Open Network TON 上线，而且即将在16号几乎上线各大平台，包括 Bybit、币安这几家 Tier 1的交易所，所以值得大家关注一波。那16号 Notcoin 就会上线了。那如果你之前有挖 Notcoin 的，就在16号，你可以把你的 Notcoin 转入 Bybit 交易所，质押在 Bybit 的 Launch Pool， 这里有12亿的 Notcoin 等你来瓜分，池子分别是 Not Pool、TON Pool 和 USDT Pool。 最后，如果你还没有注册过 Bybit， 可以去到介绍栏点击注册链接，只要你入金超过100美金，我将会给你40 USDT， 20 USDT 就是体验金，另外的20 USDT 是可以提取的，前提是需要放在交易所7天。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这里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金鱼活动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像往前一样，我们会通过指标和公开数据来分析。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一个重大的信号，有一笔是3亿美元的存款转入了 Coinbase， 这笔交易发生在4月25号，总共用了5笔交易来完成这个转账。当然，这表示了金鱼在大量的买入比特币。我们还关注到了比特币和以太坊，很有可能这一次金鱼是想要购买其中之一。今年通过 Bitcoin Dominance 来看，金鱼们显然的是一直在关注比特币和以太坊，这2种币目前依然是金鱼最受欢迎的选择。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为什么，以及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比特币在过去一段的时间内一直在横盘整理，并略有下行。如果我们看过去的3个月的走势，比特币在3月中达到了新的历史新高73000美金，但实际上自从4月份中旬以来，比特币在67000美元到6万美元之间波动，甚至跌破了6万美金。虽然现在回到了63700美金，但整体的表现不是特别的强劲。
一如既往的，只要比特币有小小的下跌，山寨币也随之有很大的波动。因此，根据比特币的表现，山寨币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然而，尽管如此，比特币的兴趣实际上是一直表现得相当稳定的。至于山寨币，我相信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一旦比特币的大户盈利了，相信利润就会流入到这些山寨币了。那我们首先要看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批准的比特币现货 ETF， 尽管一开始的进展是缓慢的但几周后，这些基金确实开始累积比特币。虽然这种累积速度有所放缓，但大多数的比特币现货 ETF 依然有新的资金流入。情绪数据显示，自从年初以来比特币鲸鱼一直在累积比特币，可能是预期这些 ETF 的批准。持有1000到1万的 BTC 的投资者全年都在购买。截至2024年4月下旬，他们在钱包中新增了226个比特币，这占了比特币总供应量的 1.24%。那为了更好理解和解释这些鲸鱼的群体，这些持有者实际上呢都拥有价值6500万美元到6.5亿美元的比特币，所以可以说这是相当大的玩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总共是持有了25% 的比特币的供应量。Michael Saylor 的 MicroStrategy 持有17.450万个比特币，这相当于总供应量的 0.831%。虽然这已经很多了，但如果比较起来，这个鲸鱼群体持有了所有可用比特币的 25%。如果我们把比特币看作一种价值存储手段，那么几乎没有不适合买入的时间，价格可能会有下跌，你可能会以更低的价格买入，但是从可用供应量的百分比来看，持有比特币总是好的这是因为在10年、15年、20年甚至是50年后，没有人会在意你是以6万美金还是7万美金或者是8万美金买入的比特币。从长期来看，2033年的价格预期是在50万到100万之间，很多指标都显示比特币的受欢迎程度依然不减。鲸鱼们正在利用这个机会不断累积比特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以太坊，在3月份，以太坊的价格已经超越了4000美金，随后又跌到了3500美金，现在已经跌破了3000美金。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山寨币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比比特币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那我们来看一下过去3个月的以太坊的表现。然而，以太坊依然是备受关注的，这是因为潜在的以太坊现货 ETF 的出现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机会，就像比特币现货 ETF 一样。在申请名单上，我们再一次看到熟悉的面孔，例如 BlackRock、VanEck、ARK、20e、Shares、Grayscale、Galaxy Digital 等等的这些公司中的一些已经申请并且获得了比特币现货 ETF 的批准。以太坊现货 ETF 将使以太坊对非加密货币领域的投资者更具有吸引力。有了这样的 ETF， 机构和零售投资者就不必再担心加密货币交易所、钱包和安全性的问题。根据报道 ，SEC 预计将会在5月底左右给出裁决，这将会为市场提供急需监管的清晰度，因为 SEC 还没有明确的说 ETH 是否是被视为证券。因此，如果以太坊的 ETF 被获得批准，我们可以合理的预期以太坊的价格将会出现强劲的上涨，就像比特币在 SEC 批准比特币现货 ETF 后创下历史新高。那鲸鱼们当然在市场预期中行动的，因此他们中的一些已经开始堵住 SEC 对以太坊现货 ETF 的积极裁决。数据显示，他们已经开始买入以太坊，例如在4月下旬，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的操作，结果是累积了价值5700万美元的以太坊。这些操作是发生在币安的，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的兴奋情绪正在增长，以太坊现货 ETF 将在这种兴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鲸鱼们已经在为此做好了准备。除非发生另一个宏观的事件，或者是意外的黑天鹅事件，否则我预计以太坊在短期内将会保持相对稳定的价格，继续横盘整理。不过，当比特币价格上涨，或者是 SEC 批准以太坊现货 ETF 时，我们可能会看到以太坊价格积极的反应。请在视频下方告诉我你们的投资组合是否有比特币和以太坊。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啦，我是币圈大马哥，我们下一期见。